大家好，今天跟你们继续在佛山逛一逛。现在我来到的地方叫南风古灶，要从右往左读，南风古灶。听名字是不是非常的古色古香？看它的门，感觉有一定历史了。旁边呢，还有一扇木门。这边其实是一个做陶瓷、卖陶瓷的地方。看这里的墙壁，这面墙它不是平的，这里是凸出来的。这边是入口，看到了吗？入口，这个景点不是免费的，需要买票进去。售票处，售票处，卖票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买票。今天的天气还是阳光明媚。对啊，卖东西那里是直接出去的。你好，我想买一张票，需要身份证吗？不需要。多少钱一张？证件吗？25。一张票25块钱。如果你是佛山本地居民，可以免费进去，太羡慕了。如果你是大学生，也可以免费。你好，太极协会的是吧？好，谢谢。你在这里稍等一下，我再派给人过来。好的。首先看到的是非常古老、非常旧的房子，用红砖砌成的房子。这个景点是跟陶瓷有关的，所以它也会给我们展示以前烧陶瓷的一些地方，还有工具，怎么制作陶瓷等等。这里有一尊陶瓷，它的动作有点搞笑。它是火神，火神，有没有看到这是它的头发吧？它的头发像火一样，露出了一个大肚子。颜色搭配的还是挺好看的。这里有一些鸽子，它的羽毛是白色的，白鸽。它们好像不怕人，哦，飞起来了。这里堆放了好多木柴，有一个巨大的陶瓷花瓶。走上台阶，我们通过台阶往上走。左边种了一些花，右边放了很多陶瓷盆。这里还有很多白鸽，白色的鸽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房子的屋顶，这些屋顶一个比一个高。继续往上走，这里怎么有一个
月亮在这边，应该是月亮吧？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。这个月亮跟陶瓷有什么关系呢？墙上就是用这些碎片拼成的一幅图画，还挺有艺术感的。眼睛在这边，这是龙吗？应该是龙吧。到达最高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亭子。从这边开始望过去，都是红砖屋顶。这些砖大部分都是红色的红砖，用红砖砌成的屋顶。这是非常传统的方式。这边看的也都是屋顶。这个呢，就是烧窑。烧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前烧制陶瓷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不是堆放了很多木柴吗？然后就烧这些木柴，上窑里面的温度很高，用这样的方法来做陶瓷。通过一条小隧道，石板路。感觉好像是去探险一样。哇，好漂亮、好可爱的小房子呀！上面种满了花。这里有很多小店，卖的很多都是跟陶瓷有关的商品。小花瓶有一点点贵，这样的小花瓶要30块钱一个。陶瓷手链，慢点，妈妈要看点东西。五颜六色的，特别好看。既然这个景点是跟陶瓷有关的，你也可以在这里学习怎么制作陶瓷，带回家。好可爱的小店哦！这个人在很专心的做陶瓷。做陶瓷需要花很长时间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。扮玩啊嘛，因為你整咖啡啦，我玩麻雀，我玩陶瓷。开在老房子里的小店。哪吒，前一段时间哪吒特别火，还有一些配角。
这些风铃呢，它都是用陶瓷做的。独角兽，舞狮，这个小窗也特别可爱呀。冰箱贴也是用陶瓷做的。实在没想到在这里还可以看到香蕉树。很舒服，很有艺术气氛的一条小路。这边也有一些小饭馆，可以吃一点小吃。嵌在墙壁里的半个花瓶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在中国，我们的空调外机一般都是挂在外面的，这个跟其他国家是不是不一样？这边可以学剪纸，剪纸艺术。这里有一幅用陶瓷做成的画，它讲了一个故事，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历史，我觉得特别的好。第一幅图，第二幅图，3、4、5，一共只有5幅图，但是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，也给大家讲了历史。芒果树上结了好多芒果，看样子很快就到芒果的季节喽。广东的天气就是这样，阴晴不定。刚刚还阳光明媚，现在天上就有一大片乌云，而且已经下起雨来了。大家说广东的天气是不是阴晴不定？下雨了，走在这样的路上要特别小心，特别注意，因为长了很多青苔，所以特别滑。下雨以后又是另一种感觉了。幸好我带了雨伞，在广东出门一定要带雨伞，不然很容易会变成落汤鸡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下雨了，毫无预兆。这里有一棵好高好大的兰花树啊，特别清香。下雨以后，很多兰花都落下来了。好有创意的陶瓷，还有猫和老鼠。网上特别火的图片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脸上会有一颗白菜？
可爱的招财猫，来财来财来财。就是价格比较贵。特别可爱的小花瓶，颜色也很好看。这里的价格比较便宜，20块钱一件。仙人掌盆栽，永不凋谢的仙人掌。天呐，这小杯子，花花小杯，好可爱。各种可爱的小盘子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看起来有一点点辣。这个是炸腐竹，这是炸的。豆角，一种蔬菜，但是它做成酸的，所以我们也叫酸豆角。花生，还有田螺、螺蛳粉、田螺、米粉。那这个就是汤，把汤，哇，这个汤还很烫，把汤倒进去就可以吃了。它为什么要分开装呢？就是为了不让那个米粉泡软。如果汤一直在里面，很久才送到的话，那个米粉就会很软，那口感就会不好。